缅北电诈现在是不行了，但印度诈骗依旧是永远的神。印度去搞诈骗，骗谁呢？美国人。别看美国人是心高气傲，但和印度电诈一年超900亿美元的业绩比起来，美国人被骗的那是没有一点脾气呀。而且人三哥说了，这不叫骗，这叫劫富济贫。美国人钱多了去了，让我拿点怎么了？明明离印度这么远，为啥印度专骗美国人呢？今天秋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，与中国、不丹、尼泊尔、缅甸、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接壤，国土面积约为298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14.2亿人。在2020年，美国就做过一次调查，发现有超5600多万美国人遭遇过电话诈骗，损失金额高达200多亿美元。等过了2年，损失的金额更是高达900亿美元，折合人民币约6400亿。有多少国家全国 GDP 都达不到这个程度啊？而骗他们的是谁呢？就是印度三哥。别看印度是干啥不行啊，但骗起美国人来，那简直就是一骗一个准啊！而他们的手段可以说是多种多样，比如说冒充缉毒人员给美国人打电话，说他们涉嫌毒品交易，要是不想被没收全部财产，或者是被抓被驱逐，就得缴纳罚金。还有冒充美国国税局的人，说他们涉嫌偷税漏税啥的。美国国税局的含金量不用多说呀，谁要是敢偷税漏税，那是真敢把坦克拉过来对准你的脑袋。所以一听到偷税漏税，有的人心一滑，立马就乖乖把钱给交了。关键印度人也极贼，为了提高成功率，特喜欢找那些不了解纳税的新移民。缅北电诈喜欢骗中国人，是因为离得近，但印度和美国可不一样，两个国家隔了能有10万8千里远，怎么印度不骗其他的国家，反而骗大老远的美国呢？还不是因为方便。说真的啊，美国会被骗得这么惨，也有他自己的一份功劳。前面也说了，缅北之所以喜欢骗中国人，一是离得近，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缅北电诈这地方呢，说汉语用人民币，他们很了解我们的文化习俗，骗起人来也是得心应手。而印度也是一样，他们和美国一样都讲英语，虽然有股咖喱味，但至少呢还是能听得懂的。其次就是印度人多便宜，在上个世纪，英美等国就把客服服务外包给了印度，这也让印度人呢习惯了和美国人打交道，知道美国人的习性。其次就是因为这项业务也让印度人了解了不少美国人的资料和信息，有了这些优势，这让印度三哥搞起电诈来更加的得心应手。电诈行业一经发展，业绩简直就像是火箭一样蹭蹭蹭的往上涨啊！刚开始一年还只有几亿美元，等过了10年，一年甚至能达到900亿美元，把美国人都给骗麻了。有人就会说，这说着一口咖喱味英语的骗子，美国人真的会相信吗？当然会信呢，而且还是狠狠的相信。先不说印度人是有点手段的，根据各种情况向美国人提供更精准化的诈骗服务。另外，你以为人印度客服白当了吗？听了这么多年，美国人早就习惯了这股子咖喱味，要是咖喱味没了，他们反倒会怀疑是不是骗子啊，倒反天罡了，属于是。美国人被骗得惨吗？一年超900亿美元，简直惨爆了。有些国家一年的 GDP 可能都没这么多。既然造成这么大的损失，那为啥印度和美国就不去管管呢？缅北诈骗同样搞得国人损失惨重，结果不仅老窝被一锅端了，连煮饭也送到了国内。而印度呢，偶尔抓一点小虾米，大的行动是一点都没有啊。这是为啥？因为印度搞电诈的人实在是太多了，至少上100万人。而且这些人大多窝在农村、贫民窟等地方，属于是团伙作案，从警局到村口都有人盯梢，一旦有啥动静呢，立马就报告。可能警察刚出门，资料就被销毁，人也全部都跑了个精光。就算抓到人，也没有证据啊，顶多也就被关个几个月，出来继续骗人。更离谱的是，印度调查诈骗的警察不到3万人，和被成千上百万被骗的美国人比起来，人手根本就不够用。别说调查跨国的案子了，光是本国的诈骗案就已经让他们忙不过来。当然虽然是有点麻烦，但只要印度肯下狠心，也不能说没有解决的办法。但问题是他们压根儿就不想去解决。印度电诈也发展了10多年了，发展到现在，它早就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，价值高达上百亿美元，从业人数更是有上百万人。而且这里面不乏一些政府高管之类的，靠着电诈他们可以说是捞了不少的钱，也形成了保护伞。所以去解决电诈问题，那不就是动他们的钱袋子吗？他们怎么可能愿意干？如今印度电诈还在继续，被骗人数在增加，被骗金额也在不断增加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你发财的小手点了一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